我女朋友是一对双胞胎，他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也因此我每次都会抱错人。紧接着迎接我的就是一个巴掌。姐夫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是妹妹呀。这天我下班回到家，把女友按在床上一顿猛亲，因为说不出话，她就想要把我推开。可亲着亲着，我发现她的脸颊绯红，眼神变得羞愤交加。不对劲啊，都老夫老妻了，美丽你平时没这么害羞啊？我心生疑虑，赶紧撑起身子。此刻我看着女友那又羞又怒，还带着点委屈的表情，彻底懵了。哼，姐夫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咩咩，怎么是你姐呢？我姐她刚刚出去买东西了。姐夫，你真是太无理了。我先走了。糟了，这事要是让美丽知道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这也不能全怪我啊，谁让他们俩长得那么像，简直就是复制粘贴啊！我的女朋友杨美丽有个双胞胎妹妹叫杨咩咩，两个人长得非常像，无论是身高、三围、体重，几乎都是一模一样，就连说话声音也基本一样。我是姐姐杨美丽，我是妹妹杨咩咩，我们是一对双胞胎。我们是一对双胞胎。美丽说过他俩出生时间只差1分钟，唯一不同的就是性格，美丽内向安静一些，妹妹咩咩外向洒脱一点。今天美丽根本没告诉我咩咩要来，我直接认错了人，做出这样尴尬的事情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几分钟后，美丽提着不少菜回到了家。咦，潇洒，咩咩呢？啊，他说突然有急事，提前走了。怎么可能？他说好要留下来吃饭的，我打个电话问问他。看着杨美丽拿出手机按下通话键，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这要是杨咩咩实话实说，或者被美丽发现点什么，那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他喵的，还好没有打通，吓死我了！以后做事之前一定得先确认到底是谁。咩咩怎么关机了呀？可能真有什么急事吧。他没有过多怀疑，但还是上下打量了一下我。不过我感觉你今天很不对劲。我哪有什么不对劲啊？你别多想了。哼，因为你一说谎就结巴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我哪有结巴呀？那你为什么脸红了？估计是天太热了吧。这天气有这么热吗？你俩是不是背着我做了什么坏事？怎么可能？我俩能做什么事？你都在想些什么？杨美丽见王潇洒理直气壮，虽然还有疑惑，但也没有再追问。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白天吻杨咩咩时的画面。我真是个流氓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那些事？还是想想下次见面怎么才能避免尴尬。而且这件事一定不能让美丽知道，她最疼这个妹妹了。要是让她知道我亲了咩咩，不管是不是误会，分手都是没跑的。好在接下来几天杨咩咩一直没露面，我也稍微松了口气。看杨美丽的样子，两姐妹应该没有交流过这件事。这一天杨美丽提前下班回家，但我一开门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。美丽，你去哪了？怎么喝这么多？公司聚餐，我心里烦。说完她就软绵绵的瘫倒在了我的身上。我看她醉得厉害，赶紧把她抱进卧室让她躺下。我坐在床边担心的看着她，突然杨美丽猛地搂住了我的脖子。你别走好吗？我想要你陪着我，我现在心里好烦好烦啊。别闹，你先好好睡一觉。今天公司聚餐，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，吃饭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那晾着。她没有回答，一只手开始不安分的在我身上游走，手越来越热，仿佛带着一团火，酒味混杂着她身上的香水味，冲击着我的感官。看着她红透的脸颊，我狠狠地吻了上去。3分钟后，我看着床上女友性感的背影，一个可怕的念头猛地钻进我的脑海。这天女友喝得烂醉回到家，突然她一翻身就跳到了我身上，接下来的画面不好看，我替大家看了。2分半后，完蛋了，我特么真是不长记性。刚才和我一起的，确定是我的女朋友杨美丽吗？不会是杨咩咩又来了吧？那个，你是姐姐还是妹妹？王潇洒，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呀？你真恶心，和我躺在一张床上，脑子里居然想的是我妹妹，你还是人吗？糟糕，我要怎么解释？告诉她上次我把咩咩按在床上一顿亲，那岂不是死得更快？但是不说，又怎么让她明白我的担心？那个，你俩长得太像了，我这不是害怕弄错吗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妹妹能和你躺在一张床上吗？你真龌龊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怎么会和你在一起？哼！美丽，你真的是误会了，我只是担心而已。你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没有，真的啥都没发生，就是你俩太像了，我合计问清楚点，免得以后弄错了。你俩要是啥都没发生，怎么可能有这种担心？说着杨美丽直接就给了我一巴掌，哭得梨花带雨，起身摔门而去。看着她离开，我无力阻拦。哎，这是真是越描越黑，只能等她气消了再好好解释。女友走后，我开了一瓶酒，大口大口的灌着，肆意宣泄着心中的烦恼。要是因为这事分了手，那可真是太不值得了。我和美丽在一起大半年，我们俩是一见钟情，她的妹妹杨咩咩是她的逆鳞，谁都不能让咩咩受委屈，当然也包括我。不知喝了多久，我整个人都晕乎乎的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打开，是杨美丽回来了，她一脸的疲惫，我赶紧过去拉住她的手。对不起美丽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喝懵了？我生什么气？
在这里说什么胡话呢？我刚下班累得要死，你别烦我了。这一瞬间，我的酒意全无，一身冷汗浸透了衣服。刚才不是你吗？什么是我不是我？看来你是真的喝多了。不和你说了，我要先进屋躺会儿。杨美丽说完，轻轻推了我一下，就进了卧室。这一推也让我彻底清醒。我还没来得及阻止，杨美丽已经看到了卧室里一片狼藉和床头柜上拆开的包装袋。黄潇洒，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。这天女友喝得烂醉回到家，突然她一翻身就跳到了我身上。2分半后，我却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：跟我在一起的到底是女友还是她的妹妹？没想到这时我真正的女友从门外回来了。黄潇洒，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我知道瞒不下去了，只能老实交代。从最开始误把杨咩咩认成杨美丽吻了，到刚才怀疑和自己亲密的人是不是她，中间一句话都没隐瞒。杨美丽听完眼圈通红，豆大的泪珠从眼里往下掉。美丽，你别哭呀，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啊，是咩咩她上次……我想说杨咩咩也有责任，但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不等我解释，杨美丽一个耳光就扇了过来。可明明是她冒充你，这明摆着就是她设计好的。黄潇洒，你混蛋！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耳光了，这也彻底将我打崩溃了。杨美丽，你能不能理智一点？我都说了是误会，是认错人了。我倒想问问你，我特么到底错在哪里了？杨美丽一句话不说，只是默默地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我怎么这么傻？我早就应该发现的。美丽生气的时候不会大吵大闹，根本不是咩咩表现出的那个样子，而且她也很少会那么主动。出于愧疚，我走过去抱住了她。美丽，这是我确实有错，我给你道歉。松开，脏，我们分手吧。杨美丽语气冰冷，没有一丝感情，我就只能这样看着她离开，没有任何的办法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咩咩要做那种事？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？我试着拨通杨咩咩的电话，可传来的依旧是关机的提示。不过想想她好像不经常开机，说起来杨咩咩这女人挺奇怪的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没有一点规律可循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杨咩咩发来的。怎么样，姐夫，刺不刺激？我气炸了，立马回复：你是不是有病？赶快把这事和你姐姐解释清楚。行啊，明天早上9点，人民公园咱们详谈。第二天我来到了人民公园，看到了杨咩咩穿着一身靓丽的衣服，正坐在长椅上喝着豆浆。你要怎样才能去和你姐解释？可杨咩咩并没有回答，而是把手中剩下的半杯豆浆递给我。你把它喝了，我就去跟姐姐解释。咩咩，别玩这一套，你又想忽悠我是吧？我是不会喝的。不喝是吧？那我就去跟我姐姐说是你强迫我的。我喝还不行吗？我气得牙根直痒痒，但还是接过豆浆一口气喝完。说吧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还把自己给搭上了？还能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呀。你放屁，咱俩一共都没见过几面。那你和我姐见了几面就喜欢上的？我一时语塞，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喜欢一个人和见几次面有什么关系吗？我是你姐夫，你跟我是不可能的。你们还没结婚呢，所以我还有机会。我从小就和我姐长得一模一样，脸蛋身材都一样，我哪里比她差了？我承认你们都漂亮，但我喜欢的是美丽这个人，不只是外表。哦，杨咩咩笑了笑，轻轻凑到我的耳边。可是我某些方面比我姐好呀，你可是知道的。杨咩咩一句话把我说得满脸通红。你有病吧？我劝你早点死心，我就是和你姐分开，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。说完我转身就准备离开。站住！你要是走了，我就告诉我妈，说你不仅跟我姐一起，还跟我也在一起了，你这辈子就别想和我姐结婚了。随便你，大不了我就跟你姐分手。那我就报警，告你猥亵我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只要你对我负责。那你姐呢？难道她就不用我负责了吗？都负责呗，咱仨一起过也不是不行。别闹了，你姐能把我扔到太平洋去喂鱼？那你就只做我男朋友。大姐，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，你为什么非得缠着我啊？杨咩咩突然不说话了，低着头，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掉下来。哪里有好男人啊？为什么我遇不到？你肯定会遇到的。杨咩咩突然拉住我的手。姐夫，你就当我7天男朋友行不行？7天之后，我亲自和我姐去解释，保证你俩能和好如初。我姐最疼我了，你要相信我。7天之后，如果我做不到，我出门备车。行了，不用发誓，我答应你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为了让杨咩咩帮忙挽回杨美丽，我几乎对杨咩咩有求必应，但除了很亲密的接触，因为这是我的底线。这天我陪着杨咩咩来到一个酒吧，没多久她就喝得烂醉，我就在旁边静静看着。这时一个陌生男人上前搂住了杨咩咩的腰。美女，一起跳个舞啊！杨咩咩转头看了王潇洒一眼，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。见状男人的手越来越放肆。兄弟，手放干净点。你他妈谁啊？少管闲事。他是我男朋友。卧槽，有男朋友了还来这种地方，真晦气。说完陌生男人便生气的离开，我却气愤不已。你说什么呢？有种再说一遍。
就在我准备追上去的时候，杨咩咩却拉住了我。看吧，我就说遇不到好男人。这里可是酒吧啊，能遇到什么好男人？那我应该去哪里呀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隔天我带杨咩咩去了游乐场，她玩了旋转木马、海盗船，笑得像个孩子。我发现她还真是挺善变的，在酒吧里妖娆的像尤物，在游乐场里却天真的像孩子。给，请你吃。第一次来游乐场？是啊，第一次来，太好玩了。我带你姐来过一次，她什么都不敢玩，还不让我吃冰淇淋，说会拉肚子。我姐那人死脑筋，别理她，以后带我来就行了。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，还剩下3天。你这人怎么这么扫兴啊？非要提这么不开心的事。明天想去哪儿？明天我想去你公司转转。去我公司干什么？你别管。我实在拗不过他，只好带他到了公司。有的同事见过杨美丽，以为是美丽来了，都笑着打招呼。杨咩咩也不戳破，热情回应。我上班比较忙，我让杨咩咩安安稳稳待着，别捣乱，就开始了工作。可还不到1小时，就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和女人的尖叫。我急忙冲过去，发现杨咩咩正狠狠抽着我女上司的耳光。咩咩，你干什么？他骂我。你说什么啊？谁他妈骂你了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我都不想说你，你非过来讨打。这时老板听到动静，皱着眉走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王潇洒的女朋友打我。那你说说，我为什么打你？我怎么知道你哪根筋搭错了？你说怪不得王潇洒最近工作效率低，原来是被狐狸精给迷住了，就连上班都要带着。别以为你声音小我就听不见。别在公司里闹，王潇洒，你的女朋友你自己看着办。我连连点头，谁知道杨咩咩却根本不把我老板当回事。一个破老板在这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你这个老板怎么当的？经理压榨底层员工你都不管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这个不要脸的，半夜12点多还给我男朋友布置任务，有什么事第2天不能说的吗？布置的任务还都不是潇洒的工作内容，他完全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分出去，这样的废物你留着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没想到杨咩咩心思居然这么细，半夜加班都被他知道了。你在酒吧里加班办公，你以为我看不见吗？还有，你不是已经找好下家了吗？反正都要离职了，你还受这个鸟气干什么？你不方便删女人，我帮你。要是我的女友杨美丽，这些事情她是根本不会在意的。你要离职？对，你们这样的傻杯公司、傻杯老板、傻杯上司，有什么可留恋的？杨咩咩的话把老板气得脸色通红。王潇洒，你现在就去人事那边办手续，办完马上就走。走就走，你吼什么？一时间我佩服起杨咩咩来，没想到她竟然如此的彪悍。走出公司才发现外面竟然下起了雨，我抱着办公用品，杨咩咩给我打着伞。你今天来公司就是为了这事？对呀，不然我来干什么？陪你在公司玩吗？你这家伙怎么什么事都知道？我又不瞎，这几天你吃不好，玩不好，不就是因为这点破事吗？看你找到了合适的下家，才露出一点笑容，我都替你觉得憋屈，都准备走了，不得狠狠出口气呀？而且这样还走得快，省了1个月打招呼的时间。看着她被雨水打湿的长发，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她比美丽细心，比美丽热情，好像更关心我，在意我。好像让她做我的女朋友也不错。3天后同样是一个雨天，这次是我给杨咩咩打着伞，因为到了约定结束的日子。7天了，我这临时男友可算是下岗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食言的，我会和我姐解释清楚的。我高兴的点点头，杨咩咩紧紧的抱住了我，把头埋在我胸口上蹭着。这次我没有推开她，轻轻拍了拍她的背。杨咩咩没有让我送她，我目送着看她离开。接下来1个月，姐妹2人谁都没有联系我。就在我准备忘记她俩，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，却同时收到了2条信息：我怀孕了。我怀孕了。我的脑子当场宕机，手机都掉在了地上。天哪，这么离谱的事情也能被我遇上？谁来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啊？我捡起手机，先回复了杨咩咩的信息。不可能，咱俩那次是做了防护的。你是不想负责吗？不是大姐，我们可是做了安全措施，你是怎么怀上的？措施就一定安全吗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只跟你一起过。卧槽，贼老天，你这是恨我不死啊！我要怎么和这2个女孩解释？又该怎么和他们的父母交代？我头疼欲裂，整个人都已经要崩溃了。第2天我买了一个新手机，刚登上聊天软件，消息瞬间99加。杨美丽只发了一句话：不理我吗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孩子我会生下来，以后和你没任何关系。就当我发消息过去的时候，发现我已经被拉黑了，剩下的信息基本都是杨咩咩给我发的，从质疑到破口大骂，到哭诉，到最后的伤心欲绝。从这天我就开始借酒消愁，每天都喝到吐，甚至后来开始吐血。在我眼神迷离的时候，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把我拉了起来，吃力地扛着我走出酒吧。是谁？是美丽还是咩咩？出租车里我昏昏沉沉，想要对2个人同时负责是不可能了，但我要还是个男人，总得对其中一个负责。可是对谁负责呢？我和美丽是原配，理应对她负责，
但他现在恨我入骨，咩咩其实也是受害者。如果最开始我没有认错人，就没有后面的这些事。可这样对美丽太不公平了。我抬头看着眼前那张无比熟悉的脸，看着他着急又带着愤恨的目光，突然我笑了出来。那就是谁把我从酒吧里带出来的，我就对谁负责吧。至少他是关心我的。那一夜我不知道是和谁一起度过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我们已经躺在了床上。咩咩，我试探着喊了一声，他回头绽放了笑容。你终于认对人了呀！我深吸一口气，下定了决心。咩咩嫁给我吧，我要娶你，咱俩一起照顾孩子。杨咩咩听到我要娶她，高兴不已。我们都很有默契的没有提起杨美丽。等我们到了杨咩咩家，我忐忑的全身止不住的颤抖。还好美丽不在家，不然我可要怎么解释啊？估计是咩咩故意找美丽不在的时候才来的吧。叔叔阿姨好。好，你先坐。我总感觉咩咩父母态度有些怪，不算热情也不算冷淡，家里气氛有点诡异。我转头小声问咩咩：“那个，他走了吗？”杨咩咩点了点头。可咩咩父母听到这句话后，表情更怪了，尴尬、不解，还掺杂着一丝愤怒。难道他们知道那些烂摊子事了？得赶紧转移话题。咩咩的父母留我吃了一顿饭，吃完后我赶紧跟他们告辞，生怕撞见杨美丽。你在怕什么？撞上了不好吗？反正早晚都得面对，咱俩结婚，我姐还能不来吗？哎，杨美丽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她执意要生下来，可生下来她怎么养？又会被人说多少闲话？让她打掉？可我有什么资格提建议？和杨咩咩确认关系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杨美丽，她一直在躲着我。这1个月我一直在专心工作，想把这段时间的不愉快忘记。和杨咩咩确认关系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杨美丽，她一直在躲着我。这1个月我一直在专心工作，想把这段时间的不愉快忘记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酒吧里看见了杨咩咩，一个陌生的男人搂着她，而她却很享受的眯着眼，丝毫不在意自己已经怀孕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哼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我是你男朋友，我不管谁管。杨咩咩笑了，笑得奸诈又阴毒。对哦，你还是我的男朋友呢。那现在我们分手吧。好了，现在你没有资格管我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只是想把你从姐姐身边抢过来而已。我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只是想把你从姐姐身边抢过来而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哼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喜欢姐姐，一直都是。你和我压根就不存在感情。我承认一开始我确实很喜欢你姐姐，但是和你这么长时间的相处，我发现……抬头我就发现杨咩咩已经走远，根本没听我说的话。我叹了口气，想要找个位置坐下。这时我发现角落里有一个女生喝得酩酊大醉，我震惊的发现居然是杨美丽。美丽，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对孩子不好。你哪位啊？用得着你来管我吗？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，只有你能在这里喝得烂醉，我就不行吗？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喝得烂醉？美丽以前从来不喝酒，我也没告诉过她我在这里喝酒。突然一道电光闪过我的脑海，一个我不愿承认的事实浮现出来。那天是你对不对？我那天喝的吐血，是你把我送回家的对不对？你把我送回家又走了，怕我出事又把咩咩叫来的对不对？重要吗？现在这些事还重要吗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和我说？原来一直关心我、照顾我的都是你，我怎么这么傻？原来那天送我回家的是美丽，只有和我在床上的是咩咩，而咩咩只是想把我从她身边抢走，再甩了我而已。随后我把杨美丽送回家，阿姨问她怎么喝成这样，我没有回答，红着眼睛冲出去，疯狂在各个夜店寻找杨咩咩，可我找了一夜也没找到。隔天杨咩咩却主动找上了门，一脸的阴狠，还有一丝挑衅。你又来干什么？说真的，我其实一点也不喜欢你，那些行为都是我装出来的。我从小就恨姐姐，她什么都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她的一切我都要抢，抢过来就丢掉。我就是想看她失去一切，你也一样。我就是要报复她，我就是要让她痛苦。我恨她，这些都是她欠我的。杨咩咩越说越激动，平复了好久才平静下来。不过你也不亏，有了姐姐又有了妹妹，这不就是你们男人想要的吗？你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明明看起来关系那么好，为什么你会这么恨你姐姐呢？想知道，等下辈子吧。杨咩咩不说，我只好去问杨美丽。等我来到杨美丽家，发现只有叔叔阿姨在。阿姨，美丽呢？美丽，她一大早就出去了啊。那咩咩呢？什么咩咩？咩咩已经死了呀，都死了好久了。什么？死了好久了？什么？死了好久了？那我这么长时间接触的是谁？和我一起的又是谁？一阵阴冷的风从卧室吹出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我颤抖着掏出手机，阿姨您看，这是咩咩的微信，我还有她的电话，我打给您听。可电话打过去后却无人接听。对，还有朋友圈，您看这是不是她的卧室？我冲进杨咩咩的卧室，看着手机里的照片跟卧室里的家具仔细的做着对比。阿姨您看这张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，就是这角度，我没骗你。孩子，你可别吓我，不过这确实是我家。美丽，美丽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找到她就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。可就当我准备出门的时候，
阿姨却喊住了我，她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我。我沉默地听着，整个人仿佛被冻结。当我找到美丽的时候，她正在公园里发呆。美丽，杨美丽听见声音回过头，看见是我，又冷冰冰地转了回去。不去陪咩咩，来找我做什么？没有咩咩，咩咩早就死了。不可能，我妹妹没死，我妹妹好好的，你就是个骗子。没有咩咩，咩咩死了，她死了。你有多长时间没看到过你的妹妹了？而且我也没有同时看见过你俩，你家里也没有你俩的合照。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？你不信现在就可以给她打电话，肯定不会有人接。她愣愣地看着我，仿佛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怎么可能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因为你就是咩咩，你妹妹是你幻想出来的。咩咩已经死了，在你6岁的时候她就死了。死了？杨美丽无法接受事情的真相，陷入昏迷，被我送到了医院。阿姨和叔叔也正在赶来。我回忆着阿姨告诉她的一切。杨美丽确实是双胞胎，有个妹妹叫杨咩咩，但6岁时两人出了严重车祸。然而姐妹都是稀有血型，医院血浆不够，只能先救一个人。医生催着做决定，不然两人都有危险。万般纠结下，决定先救伤势更重的姐姐。可等血调来，妹妹已经走了。二老伤心欲绝。美丽慢慢的长大，就是性格有点内向，平时看不出问题，直到王潇洒出现，二老才感觉不对劲。王潇洒给医生朋友打电话，朋友推测是人格分裂，主人格杨美丽因对妹妹的亏欠，产生了副人格杨咩咩。主人格一直暗示自己妹妹没死，副人格则认为主人格抢了她的命，所以姐姐有的她都要抢，包括王潇洒。朋友建议我带着杨美丽找心理医生，通过药物和心理上的治疗能好得快一点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杨美丽也渐渐接受了事实，并且人格分裂也有了好转的迹象。这天我来到医院等待治疗结束的杨美丽。王先生，今天的治疗结束了，杨女士的状态已经基本恢复，她的副人格也彻底消失了。太感谢你了，医生。1个月后，我跟杨美丽的婚礼也如期举行。王潇洒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新娘为妻？以后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健康还是疾病，都愿意爱护她，保护她。我愿意。杨美丽女士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新郎？以后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健康还是疾病，都愿意爱他，照顾他。这时杨美丽突然笑了，但那笑容却异常的诡异而阴冷。我纠正一下，我的名字叫杨咩咩。司仪一脸懵逼，反复确认着卡片上的名字，而我只感到一股寒气直冲我的脑门，全身止不住的颤抖。看着对面女人的表情从幸福开心变成阴毒怨恨，她凑到我的耳边，声音冰冷：这些天我装得好辛苦啊，多亏了你和心理医生，现在我姐姐彻底死了，谢谢你呀，姐夫。